舒马赫和塞纳在1992年斗了一整年之后，人人都知道1993年他俩还得干，只是没想到揭幕战他们就又撞一块去了。只不过这次他们都用上了福特考斯沃斯的引擎。随着日本经济泡沫的破裂和本田宗一郎的离世，本田的战略重心从烧钱的 F1 赛场转向了民用车领域，全力研发低排量发动机技术。再加上威廉姆斯和雷诺凭借着主动悬挂系统等黑科技统治了围场，而本田早已和迈凯伦证明过自己了，所以他们决定在1992赛季结束后退出 F1。迈凯伦想过用雷诺，但他们不愿意放弃壳牌的长期赞助，所以被雷诺的合作伙伴埃尔夫一口否决了。他们也联系过克莱斯勒，但是克莱斯勒却临阵脱逃了，所以福特就成了迈凯伦唯一的选择。但福特在 F1 的厂队是贝纳通，迈凯伦只能用猴版引擎，跟贝纳通差了一代，少了差不多30匹马力。这塞纳就不乐意了，他迟迟不跟迈凯伦签长期合同，而是一战一钱，跑一场比赛100万美元。这和他上一年说愿意免费给威廉姆斯开车形成了鲜明对比。迈凯伦的动荡让围场把击败威廉姆斯的希望全都放在了舒马赫身上，但舒马赫也无能为力啊。揭幕战南非卡亚拉米，舒马赫落后甘位的普罗斯特1秒半多排在第3，而离普罗斯特最近的却是用着猴版引擎的塞纳，他只落后普罗斯特不到 0.1 秒。正赛起步之后，塞纳直接窜到了第1，普罗斯特的队友达蒙希尔起步也很好，超过了舒马赫和普罗斯特来到第2，结果马上就 spin 了。普罗斯特也不着急，他知道自己有绝对的优势。第13圈，普罗斯特超过了舒马赫，第25圈，普罗斯特又轻松超过塞纳，然后他就越跑越远。在威廉姆斯如此恐怖的速度之下，塞纳和舒马赫的对决恐怕就是1993赛季唯一的看点了。舒马赫也不甘示弱，那厂队怎么能输给客户车队呢？没一会儿他就超过了塞纳，但是塞纳却在维修区里反超了舒马赫，贝纳通的进站昏厥了。好不容易才超过塞纳，舒马赫可不想继续盯着塞纳红白色的车屁股看了，他想展现出自己的侵略性，也想证明自己，但却犯了很多天才 F1 车手早期都会犯的错误，心态急躁啊！你想硬，但塞纳比你更硬。第40圈，舒马赫在一个非超车点强行挤进塞纳的内线，而塞纳轻描淡写的关上了门。舒马赫的左前轮碰到了塞纳的右后轮 ，spin 熄火退赛。在 P 房里看到事故全过程的韦伯愤怒的抱怨：“怎么又他妈是这个塞纳？”回到维修区之后，舒马赫情绪激动，任何人说的话他都不听，马上就冲到了赛会那里，对塞纳的关门提出抗议。但赛会向他解释说，抗议必须由车队提出，所以舒马赫不得不回到了贝纳通的 P 房。领队布里亚托利和技术总监沃金肖费了好大劲儿才让舒马赫冷静下来，并且向他解释抗议几乎不可能成功。冷静下来的舒马赫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其实要更大一些，他的赛车更快，如果不这么着急的话，他很可能会拿下亚军。最终塞纳落后普罗斯特1分20秒第2冲线，舒马赫算是又交了一次学费。1分20秒，虽然塞纳的赛车后来出了点问题，但如此恐怖的差距几乎已经可以总结普罗斯特的4冠生涯了。另外一位威廉姆斯车手达蒙希尔完全跟不上普罗斯特，塞纳的队友马里奥·安德雷蒂的儿子迈克尔·安德雷蒂完全跟不上塞纳，舒马赫的队友帕特雷西也完全跟不上舒马赫。这么看来，1993赛季就是个一超双强的形势。塞纳和舒马赫之间也形成了一种默契，在看不见夺得世界冠军希望的赛季里，他们都把与互相之间的竞争视作了这一年唯一的动力。而迈凯伦与贝纳通之间的引擎之争更是让这场对决在场外也精彩不断。按理来说，贝纳通的福特考斯沃斯引擎比迈凯伦领先一代，战绩更好的自然也应该是他们。然而赛季过去3站之后，领跑积分榜的居然不是开着银河车的普罗斯特，而是塞纳。他在巴西站和欧洲站的2场雨战中夺冠，在多宁顿公园更是开出了上帝之拳。虽然起步暂时掉到第5，但是塞纳只用了1圈就超到了第1，并最终夺冠。与此同时，舒马赫在第22圈 spin 退赛。赛季前7场比赛中，舒马赫只有在伊莫拉的成绩要比塞纳好，而塞纳那场因为液压系统故障退赛了。舒马赫与塞纳的积分差距给了罗恩·丹尼斯向福特叫板的底气。然而布里亚托利作为一个能从卖衣服的爬到车队经理位置的人，他的商业头脑可不是一般的精明。他认为贝纳通投入了大量资金支持福特考斯沃斯引擎的研发，
理应独占最新规格的引擎，所以布里亚托利在1993年初和福特签署了一个排他性协议，贝纳通可以独享最新规格的福特引擎，迈凯伦和其他车队只能用猴版。他坚决反对福特把相同的引擎给迈凯伦，这份合同神圣不可侵犯。而丹尼斯则充分利用了福特内部对于贝纳通战绩不满的情绪和塞纳的影响力，私下绕过布里亚托利，甚至用塞纳的美国队友马里奥·安德雷蒂的身份去游说福特在底特律的总部。他暗示福特不提供同样的引擎是对公平竞赛规则的亵渎，并威胁要起诉福特。而且塞纳是唯一一个能威胁到普罗斯特的人，福特不把好引擎给迈凯伦，就是在浪费争冠的机会。继续让贝纳通霸占新引擎，也只会损害福特的商业形象。当布里亚托利知道福特迫于压力打算给迈凯伦提供和贝纳通相同的引擎时，他气得差点把贝纳通 B193 赛车给掀了。他公开指责丹尼斯就是个小偷，在搞商业敲诈，想利用政治手段偷走贝纳通的商业资产。他甚至威胁说，如果福特敢分出任何一台新引擎给迈凯伦，那他就会起诉福特违约。丹尼斯则回怼说，布里亚托利你就是个破卖衣服的，你懂个屁的 F1。 他俩甚至闹到了 FIA 那里。由于贝纳通在电子辅助系统方面提升飞快，丹尼斯怀疑福特给贝纳通留了后门。但毕竟迈凯伦赛车里坐着的是塞纳呀，面对如此场面，福特怎能不心动呢？为了让布里亚托利放弃这个独占权，据说福特赔给了布里亚托利100到200万美元的违约金，并且承诺尽管1993赛季中后期贝纳通和迈凯伦用着相同的引擎，但下一代引擎的研发数据和测试机会将优先且独家提供给贝纳通。福特还承诺会继续增加对贝纳通的资金赞助，确保下个赛季贝纳通还是福特唯一的厂队。英国站引擎风波总算告一段落，迈凯伦拿到了最新款福特引擎，但罗恩·丹尼斯和布里亚托利的矛盾还在继续。布里亚托利锐评丹尼斯说，他总觉得这个世界都欠他的，而我只在乎我的合同。直到多年以后，布里亚托利还表示，我在 F1 围场跟谁都合得来，除了罗恩·丹尼斯。这件事也让丹尼斯明白了，客户车队在政治斗争中永远会被制约，也为后来迈凯伦和梅奔的长期独家合作埋下了伏笔。塞纳也意识到了，尽管他从普罗斯特手里抢来了3个分冠，曾经连续5站领跑积分榜，但他依然无法撼动威廉姆斯的统治地位。有传闻说普罗斯特要退役了，所以不如下半赛季保持住状态，好跟威廉姆斯正式签约。于是塞纳结束了和迈凯伦一场一签的状态，直接签约到了1993年底。但由于塞纳的态度以及他拒绝在比赛间隙参加测试，迈凯伦的士气已经受到了影响。舒马赫明白，迈凯伦能拿到和贝纳通相同的引擎，最大的谈判筹码就是塞纳，所以他开始更加认真地观察和学习塞纳的驾驶方式。在塞纳和威廉姆斯谈判的期间，布里亚托利显然嗅到了机会。此时的罗恩·丹尼斯还在为塞纳一场100万美元的出场费发愁，这也正是趁机挖苦丹尼斯的好机会。布里亚托利故意散播消息说塞纳可能加盟贝纳通，这对各大媒体来说可是现成的素材呀。一支由塞纳和舒马赫组成的车队去挑战威廉姆斯银河车，这个标题谁看着不想点进去翻两下呀？所以这个传闻开始疯狂发酵。塞纳本人也推波助澜，如果和舒马赫在同一支车队，我不会有任何问题。他年轻，速度快，而且很有天赋。不过我是3届世界冠军，赢了将近40场比赛，而他只有1座分冠，所以对我来说不会有任何问题。从塞纳的话里只能读出来4个字，老弟，你还得练，以你的成绩，现在只配做我的2号车手。舒马赫认为塞纳不尊重自己，这让他非常生气，差点把自己的赛车给掀了。威利韦伯不得不出面安抚舒马赫，平息事态。舒马赫回击说，如果塞纳跟我在同一支车队，那么就会破坏贝纳通已经建立起来的良好氛围。塞纳似乎觉得他可以在赛道上对我做一些他对别人不会做的事情，而且他已经这么干过几次了。但 F1 的竞争非常激烈，你必须接受这些。也许塞纳觉得我是唯一能与他抗衡并逼出他最佳状态的人。与此同时，塞纳和舒马赫正以他们的风格，以不同方式展现着自己的速度。塞纳的单圈速度飞快，而舒马赫十分稳定，只要不退赛，舒马赫就能登上领奖台，整个赛季都是如此。而在7月底，舒马赫迎来了职业生涯目前为止最重要的时刻，霍根海姆的主场比赛。他把 F1 的浪潮带到了德国，这一带就是20年。
两德统一之后，整个国家都在寻找一位英雄，一位同时符合东西德价值观的代表性人物，而赛车运动非常符合这一点，舒马赫正是完美的人选。1989年开上 F3 之前，几乎没有德国人认识舒马赫，而如今他已经成了挑战塞纳的存在，逐渐走上了成为家喻户晓的体育明星的道路。而且舒马赫出身平凡，和你我并没有多大区别，他讲述着一个从底层崛起的故事，更能让观众产生共鸣。诠释舒马赫影响力的一个最好例子，就是一家注册在卢森堡的德国私人电视台 RTL。 80年代以前， F1 经常被贴上危险、浪费资源、不环保的标签，所以每个月收每户10几欧元电视费的德国傻逼公共电视台 ARD 和 CDF 都认为 F1 只是个吵闹的副业，只在最边缘的地方报道 F1， 连天气预报的流量都比 F1 多。而 RTL 自1984年起就买下了 F1 在德国的独家全场次转播权，舒马赫的爆火更是成功让他们接住了这泼天的流量。F1 比赛的观众从每场几百人一下变成了每场几百上千万人，广告费也翻了100倍。为了留住观众，关于 F1 的报道也不只停留在单纯的直播重播集锦了，而是有了赛前的前瞻、赛中的实时采访和赛后的深度分析，非常像现在 F1 比赛周末的转播模式。他们甚至请来了尼基劳达作为常驻嘉宾，每个 F1 周末都能吸引 70% 的德国电视观众，这给了他们叫板老牌国家公共电视台 ARD 和 CDF 的底气。舒马赫的影响力让 RTL 从一个普通的商业频道变成了德国私人电视台界的霸主，并逐渐成为了欧洲最成功的传媒集团之一。当 ARD 和 CDF 逐渐意识到 F1 已经成为继足球之后的德国第2大运动时，他们也只能像狗一样伸舌头点头哈腰，模仿 RTL 的报道。舒马赫退役之后， RTL 在 F1 收视率开始了长达10多年的下滑，维特尔也没能救回来。周四，当舒马赫开车前往停车场，在大门口短暂停留时，一些狂热粉丝直接爬到了舒马赫的车上，直接给他的车干出了几道划痕。看台后面的销售区更是摆满了舒马赫的周边，官方的和非官方授权的都有。由于价格实惠，非官方的周边甚至都卖爆了。舒马赫的崛起彻底改变了 F1 的商业生态。在塞纳和普罗斯特的年代，车迷们能近距离接触他们的偶像，虽然也有周边商品，但大多是小规模地域性的，甚至只有车队周边，没有车手个人的周边。但 F1 逐渐加强了对车手的保护，围场逐渐变得封闭，车迷们直接接触车手的机会越来越少，对于车手个人周边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而对于舒马赫周边的巨大需求量，直接催生了非官方周边的庞大产业链。当时传统的法律观念认为，姓名通常被视作一种人格权，而不是一种可以转让或者独占的财产权。小商贩们普遍觉得，我在自己的产品上不印贝纳通的 logo， 只印舒马赫的名字没什么问题，这是在表达对他的喜爱，怎么可能违法呢？但舒马赫的经纪人韦伯对版权的控制近乎偏执，这一点从他 20% 的高额抽成就可以看出来。他意识到舒马赫不只是一位 F1 车手，还是一个品牌。如果连路边摊都能卖廉价的舒马赫帽子，那官方授权的高价周边就没人买了。他开始把舒马赫的名字注册成商标，向非官方周边的销售商口头警告、发律师函，甚至诉讼威胁。虽然不近人情，但舒马赫团队在客观上建立了一套现代 F1 赛事 IP 特许经营体系的雏形。周五，10多万人来到了霍根海姆赛道，他们都疯狂挥舞着舒马赫的旗帜。他们中有些人甚至只是舒马赫的人迷，根本不了解 F1， 分不清2台贝纳通赛车，所以在帕特雷西经过的时候也站起来摇旗欢呼。排位赛，2台威廉姆斯包揽头牌，舒马赫和塞纳争夺第3的位置。前一年主场被塞纳冲到P房里对峙的舒马赫，这次以 0.036 秒的微弱优势锁定第3，观众们像庆祝分站冠军一样为舒马赫欢呼。周日更是座无虚席，连临时搭建的看台都人满为患，站票被黄牛炒到了500马克，最便宜的看台票也被炒到了1000马克，这在当时足够舒马赫在凯尔彭付2个月的房租了。他开玩笑说，如果每个来看他的观众都给他1马克的话，那过不了多久他就是世界首富了。周日的正赛，普罗斯特起步昏厥掉到第4，而舒马赫的起步非常好，他超过了塞纳和普罗斯特来到第2。2号弯，普罗斯特反超塞纳时，2人发生了事故，塞纳直接 spin 掉到队尾。
普罗斯特还能继续开，但是却因为切弯被罚10秒 stop go。出站后的普罗斯特掉到第6，但他仍然在奋力追赶。然而就在舒马赫的亚军看起来稳了的时候，他却采取了2停的激进策略。普罗斯特干脆不进站了，最终超过了舒马赫。不过在比赛还剩2圈时，领跑的达蒙希尔突然爆胎，舒马赫又回到了第2。观众席上爆发出一阵剧烈的欢呼声，人们开始挥舞一切手边能找到的东西。舒马赫也停车拿了一面德国国旗在回场圈挥舞，这通常是主场夺冠才有的待遇。虽然一个亚军这么庆祝有点太张扬了，但毕竟这是舒马赫的主场，德国人等这一刻已经太久了。而且伯尼非常乐意看到这样的画面。德国作为老牌汽车工业强国，欧洲的经济中心， F1 的市场却一直没被打开。舒马赫的出现简直乐坏了伯尼。德国市场被开拓之后，伯尼让 F1 成为全球商业巨兽的梦想也很快就要实现了。倒数第3站葡萄牙，舒马赫职业生涯第2次夺得分站冠军，然而他排位赛只拿了第6。这场比赛他也在前排见到了一位老熟人，顶替了马里奥·安德雷迪的米卡·哈基宁。在成为迈凯伦正式车手的第1场比赛，哈基宁居然领先塞纳 0.05 秒，第3起步。暖胎圈开始之前，甘位起步的达蒙希尔引擎熄火，不得不从队尾起步，舒马赫上升到第5。发车之后，普罗斯特起步再次昏厥，然而此时原本第5起步的法拉利车手让·阿莱西却一下子窜到了2台迈凯伦身前，领跑比赛。法拉利就像树上的大象，你不知道它是怎么上去的，但它最终一定会掉下来。第1圈还没结束，塞纳就超过了哈基宁，前6名一直咬得很紧，直到第20圈，塞纳引擎爆缸退赛，让阿莱西和哈基宁顺势进站。让阿莱西的进站稍慢，出站之后，他和哈基宁陷入了缠斗，而就是这2下缠斗让舒马赫嗅到了机会。等到舒马赫进完站时，他已经 overcut 了让阿莱西和哈基宁。由于贝纳通和威廉姆斯都是1停，而法拉利和迈凯伦是2停，这次 overcut 基本上已经确定了哈基宁和阿莱西再也追不上舒马赫了。而普罗斯特的进站时机太晚了，而且进站也慢了，达蒙希尔还没进站，舒马赫此时成了实际上领跑的车手。最后15圈，普罗斯特追上了舒马赫，但舒马赫利用了埃什托利尔赛道紧凑多弯的特性以及慢车的阻挡，防守了普罗斯特一圈又一圈。普罗斯特始终找不到超过舒马赫的机会。最后1圈，普罗斯特意识到了在塞纳退赛，达蒙希尔第3的情况下，他只要拿第2就能锁定他的第4座世界冠军。所以在尝试了最后1次之后，他也就不再冒险攻击舒马赫了。最终舒马赫拿下了他1993赛季的第1座也是唯一1座分站冠军。赛季结束之后，舒马赫排在第4，但完赛的每一场比赛都登上了领奖台，展现出了远超他这个年龄的稳定性。当时他不知道的是，他的职业生涯即将迎来爆发。直到第1次退役之前，舒马赫每年都至少保底1个分站冠军。他和塞纳的故事即将画上句号，但属于车王的传奇才刚刚开始。